大家好，這裡是不做快閃內容數碼旭。今天我們開箱的主角啊是2008年發布的 iPod Classic。在前2期視頻，我們開箱了初代的 Mac Mini G4，還有這個初代的 Apple TV， 它們都是蘋果在21世紀初的喬布斯提出的數字中樞戰略，負責計算和客廳娛樂的2塊拼圖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補全第3塊拼圖，就這個改變全球音樂分發方式的 iPod。Let's start off with the iPod Classic。为了做這期視頻啊，我在某魚蹲了很久。iPod 老用戶應該知道，這機器的背面的不鏽鋼啊，很容易有刮痕。但是可以看我手裡面的這一台啊，簡直和新的一樣。特別是這種鏡面拋光的工藝啊，這剛開箱的那一刻，這種光澤就像手術刀一樣。因為原機主把這台機器買回來以後，就一直全方位貼膜，用這種很厚的套子。那正是這種全副武裝級別的保護，才讓這個機器過了快20年以後，依然保持了剛出廠的狀態。這也讓我有機會啊，用 4K 的分辨率給大家展示當年全新的 iPod 到底長什麼樣。120GB。這頂部是有一個鎖定按鍵啊。書籍線、說明書是英文的，這個是香港買的機器。說到這裡啊，我想插播一段它的身世。它的名字叫 iPod Classic， 但在2007年之前啊，它叫 iPod。直到 iPhone 和 iPod Touch 的出現，應該是為了更清晰它的產品線，蘋果才給這一代宗師加了個後綴。而我手裡的這台08年的120GB 的版本，其實就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獨苗。那在2007年它剛改名叫 Classic 的時候，有薄版的80GB 和厚版的160GB。那到了2008年啊，因為大容量的銷量可能不太好，所以只發了這一款120GB 的薄版。直到2009年啊，才更新了那個大家最熟悉的莫大160GB。把這台 iPod 拿在手裡的時候，其實還是蠻沉啊。我想應該主要是裡面那塊機械硬盤的分量。和我前面2期做的機器放在一起，我會發現比較有意思。這2台機器分別是05年和07年發布的，雖然是側面用了鋁合金，但是頂蓋都是大面積的白色塑料。那這一台2008年的 iPod Classic 就很不一樣，它的正面呢是一整塊陽極氧化鋁，還有磨砂的質感，那邊緣也處理得很鋒利。那這是因為2007年到08年是蘋果工業設計的一個重要分水嶺。從這一時期開始啊，蘋果開始拋棄塑料。全部轉向全金屬的風格。那這台 iPod Classic 就是那個過渡時期的產物。它很明顯比之前這2個產品會更加冷峻一些，一體性也更強。那我認為到現在，蘋果這個設計基調也沒有變化。那我順帶提一下當年發布會的時候的背景嘛，它是在2008年9月的蘋果 Let's Rock 發布會發布的。那場發布會其實很有戲劇性啊。當時的喬布斯銷售得很快，甚至是有媒體在傳他已經去世的消息。所以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屏幕打出了一句馬克吐溫的名言。也就是那一場發布會上，除了這一台 iPod Classic，蘋果還發了剛升級了 Genius 功能的新版 iTunes，還有 iPod Nano 4，還有自帶揚聲器的 iPod Touch 2代。那在2008年啊，雖然 iPhone 3G 和 iPod Touch 2已經出來了，但因為他們都用上了固態內存，還有更大的屏幕啊，所以無論是容量還是續航，還有普及的程度，都達不到 MP3 隨身聽的水平。但在那個年代的隨身聽市場和流行樂壇一樣，還是神仙打架的年代。當時的索尼有那個很經典的香水瓶系列，還有主打的 Walkman A 系列，還有韓國的愛立和，那設計特別大膽，特別是那個米老鼠頭的播放器很經典。還有主打 BB 音效的愛歐迪。包括魅族 M6啊，在那個時候也是很有競爭力的。在這麼多強勁的對手面前，其實 iPod Classic 的參數並不佔優。它沒有收音機功能，也沒有錄音功能，甚至連 EQ 調節都做得非常克制，甚至都不支持在這個機器上面直接刪除歌曲。傳歌還必須用 iTunes。但它為什麼會成為那個時代的王者？那除了120GB 的海量存儲空間，我認為核心在於它有一種蘋果特有的秩序感。而當別的廠商還在拼誰的功能更多，誰的設計更花哨的時候啊，蘋果做了一件減法，它把所有的交互啊都收斂在這個圓環裡 ，Clip View。說實話，這個 Clip View 是很有毒的，哪怕是不聽歌啊，我都喜歡用大拇指在上面打圈。
這種磨砂的觸感，再配合模擬轉盤的聲音，簡直是可以拿來當解壓神器了。它還很適合盲操，你不需要看屏幕，大拇指正反轉就是控制音量，按键就是暫停和下一首。那感觉這種非常順滑的操控體驗啊，是這台機器讓很多人愛不釋手的地方。它還有一個加速度的算法，你在上面滑得越快呢，這列表滾動的速度就呈指數級增加。那這個算法是可以幫助你，不管在裡面裝了多少首歌，你都可以比較精準、快速的找到你要的那一首。那除了听歌呢，它当年還有一个杀手鐧，就是看视頻。雖然這個屏幕只有 2.5 英寸啊，然後分辨率也只有320×240，那最多只能看 480p 的電影。但是在07到08年，能在公交和地鐵上掏出一個這麼小東西來看電影，這是非常超前了。而且據說它還能用這種30 pin 的轉 HDMI 口啊，輸出 480p 的畫面到電視上面，就相當於一個小型的 Apple TV 了。那說到聽歌呢，因為我當年也是混跡耳機圈了。那這台機器啊，在當年的燒友的圈子裡面，還有一種很酷的玩法叫捆綁，就是把 iPod 和一個耳放接在一起，然後用膠圈把兩個捆起來，俗稱捆綁。那具體怎麼連啊，就可以看底下這個沿用到 iPhone 4S 的30 pin 的接口。它不僅僅是充電和傳數據，它其實可以輸出聲音的模擬信號給到外部的處理器去修飾。因為當年的大多數燒友啊，覺得 iPod 直推的聲音都太白開水了，沒什麼味道。還有它原生這個 3.5 毫米的輸出口啊，只能推32歐姆的耳機，推不了大耳。那通過這個接口啊，就可以繞過 iPod 內部的放大電路，把乾淨的模擬信號輸送給外接的耳放，再由耳放來推動大耳機。雖然這麼搞下來，這個便捷性是完全沒有了，但是在當年的 Hi-Fi 圈啊，這代表了為了能聽進去，是可以犧牲一切的態度。那這種玩法雖然邏輯上在 iPhone 上也能實現，但是真的見不到了。那我再做一個實驗啊，我把這一台2008年的 iPod 插上我這台2024年的 M4 Mac Mini， 看看還能不能用。這個已經不能傳歌了。所以現在 Apple Music 是流媒體訂閱邏輯啊，它應該也不會讓你把音樂傳到它管控不了的設備。但我還有這一台初代的 Mac Mini 啊，接上後我發現，在 iTunes 9.0 的加持下，它是完全可以用的。我可以直接把這個 iPod 十幾年前導入的音樂再同步回我的 Mac 資料庫，然後在 Mac 上播放。邏輯上我還可以把它同步到初代 Apple TV 裡面。那其實也就是說，喬布斯構建的數字中樞，在當年的這些設備裡面是可以完美閉環的。那這裡就可以明顯感知到，這是兩個時代的聽歌邏輯。那回顧完這3款產品啊，我最大的感觸就是，那個時候的產品啊，不像現在的手機，真的只能專注一件事情。那這台 iPod Classic，能幹的就是聽歌，頂多就是看一下照片和視頻。當我把耳機插好，然後轉動轉盤，選好一張專輯，這個世界就安靜了。沒有微信消息，也沒有任何推送，只有我和音樂。那這種純粹的不被打擾，可能是這台18年前的老機器在這個時代最奢侈的價值。好，這期視頻就到這裡。下期視頻啊，我會帶大家體驗喬布斯從信封裡拿出來的初代 MacBook Air。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復盤的內容啊，記得點讚和關注。我是不做快餐的內容數碼旭，我們下期再見。